这是一期非常特别的视频，我想和你分享一下3年的时间，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学生到百大，我经历了什么。嗨，我是切莉，今天我想跟你讲个故事。这对我来说非常的摸到的，但其实就是好了。如果要问我当时为什么会想着做一个频道啊，其实想法也很单纯。大学的时候，身边一起打游戏的女生经常会问我要怎么选键盘啊、显示器这些，就各种的数码产品。有时候她们之间呢又会问同样的问题，我就会把跟这个姐妹的聊天记录转发给另外一个姐妹，给她们的选购提供一些参考嘛。那时候其实我对未来是没啥规划的，我就想着找一个白天上班、晚上打游戏、能活就行的工作，突出一个赚钱养零氪，懂吧？因为每天本来就要打游戏嘛，也就试过一段时间的直播。现在我的小号里面还能看到当时的一些录像，也算是小小的补贴了一点生活费吧。我试过让他们自己去搜视频看，但我发现大部分视频普通人有时候是真的看不懂啊，就很多参数啊什么的。想想看啊，要是我当时是一个大一刚入学的学生，看完我还是不知道要怎么买啊。既然我本身就喜欢给朋友分享，那为什么不把这个过程也拍成视频呢？而且我当时就觉得，如果我也能做上几年的话，应该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吧。这个想法我和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有聊过，但是最后我真的打算把这件事情给做了。还有他所属的苹果城，这个价格就离谱，我知道了，这就是我想要的。而且中框的衔接接近完美。2020年超高瓦数快充远没有普及，那出门要么选择充电宝，一挂就是几个小时。不过马上我就面临了第一个挑战，钱从哪儿来？那时候大学还没有毕业，我自己大2、大3的时候打的那个零工，有攒下大概那么1万多块钱。但是这个钱在数码领域可能也就够买2期节目手机的钱。你们知道吧？深圳南山的房价据说比北京都高，于是我们就根本没有所谓的拍摄场地，所有的位置就是家里面一个6平米的小书房，中间这个呢就是我的位置，右边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工位啊，而是一张床。聪明在这张0.9米的床上，坐起来就是剪视频，躺下去就是睡觉。就在这么一个小地方，我们一共做了4个月9个视频，其中大家最喜欢的就是三星 S20 Plus 那一期了，很多骨灰级的老粉也是在这个时候入坑的。不过现实就是，我们大部分的视频其实并没有激起什么水花。我们尝试过赶在产品发布的第一时间发布内容，也试过制作周期接近1个月的详细评测，但最终只有仅几万的播放。按照这个速度，在我们的钱花完之前，根本就做不成一个能养活自己的账号。那如果说前面这些都是我们学生时代的探索，那真正压垮我们的是毕业。学生时代嘛，你想做些什么，家里人都能理解。但是毕业之后，各方的压力就来了。你是深造还是就业？你总得选一个吧。你看旁边的同学，要么成绩优秀，交换生出国深造了，要么就是早早的已经拿到了大厂的 offer， 实习期都已经通过了。但因为频道的事情，我完全没有操心校招，甚至连校招的流程我到现在都不太清楚。而且真正像一座山一样压着，让人喘不过气的，说白了还是钱。即使我们的新场地选到了深圳郊区，还是要1个月3600的房租水电，一台三星 S20刚买就能亏2000多。那还有拍摄器材、拍摄道具呢？评测设备呢？生活的开销呢？那时候虽然说是全职做频道，但是频道其实是完全没有收入了，所以我们日常基本的开销得靠我们去外面接一些散活拍摄。我拍过小朋友的夏令营活动，拍过婚礼，拍过企业年会，也跟朋友们一起承接过淘宝橱窗广告的拍摄，还帮厂商在论坛里面做过一些内容，做任务赚外快，甚至当年啊还帮任评测拍过一个片头。当时的2000块钱对我来说，可能就是1个月的房租啊。用爱发电迟早要结束的那一天，最简单的生活都没有办法保证，理想又算得了什么呢？小伙伴们各自来自家里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比起我们现在的情况，公务员多好啊，工作稳定体面，不然也不会几千个人挤一个岗位啦。所以小伙伴们要么去上海打工了，要么去考公务员了。我甚至还投了 Insta360的简历。大家走的时候都很匆忙，甚至有点狼狈。他们开着玩笑跟我说，等你做大了，我们再回来给你打工啊。但这其中的辛酸和苦涩，只有我们自己知道。那段时间我半个月才能做出一条视频，中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完全没有办法让自己闲着。一旦我停下手上的工作，上一个上传日期就在不停地刺激我的神经。我会看今天是几月几号，然后反复计算着今天和上一次更新隔了多久。我经常会在层高2米出头的阁楼房间里面发脾气，把我那些折叠衣柜砸得满地都是。我很庆幸的是，家里人一直都没有给过我什么压力，反倒让我感觉他们是不是应该给我一点压力才对。
我印象很深刻，刚搬出家里面没几个月，爸妈就从家里面坐地铁来我这儿，我们在那个2楼的阁楼里面聊了很久，问我接下来想要做什么。他们只担心我的身体、我的健康，对我的工作没有任何的要求。但我当时像个巨驴一样，不想忽略沉没成本。当时我的脸上应该写满了逞强和不甘吧。最后我还是跟他们说，我想继续干。然而这个事还真的出现了转机。其实经常需要拍摄，设备经常会移动。那你想试试人生的第一台徕卡相机吗？谁的创业忽悠吸引力？大家帮我拍下来，要让这幅图最早离开的不是我们。一个轻松的3指拖动就可以完成。要回去玩吧。居然是中文配音，更大的。要说我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做改编的速度特别快，我把之前效果比较好的视频又重新看了一遍，参考了这段时间做的特别好的博主，最后我得出的结论就是，大家其实并没有那么关心特别出彩的拍摄，大家更在意的是我分享的内容，更喜欢的是我站在另外一个视角上面来分享我的观点，而不是循规蹈矩的追求很多既定的视频逻辑。视频的节奏、有趣的内容、新颖的观点，比一切的拍摄包装都更重要。上世纪90年代末，家用电脑开始走进千家万户，但 Windows 95较高的使用门槛就让许多人望而却步。在调整了思路之后，频道收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段时间做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视频啊，其中大家最喜欢的视频应该是我跟宇宙姐姐拍的那一期联动，也是我第一次拍合作视频。大家可能觉得 Vlog 不应该是一件很简单、很轻松的事情吗？对我来说，可能并不是。我的语言组织能力其实很一般，我很难想象有人天生就能对着镜头讲相声。我就是那种在镜头面前就不知道该怎么说话的那种。所以这整一个 Vlog， 我和宇宙姐姐前后可能还忙了半个多月，当时还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脚本，光是拍摄就拍了2天。哦，那个是包包的衣服吗？对，都是冬天的，因为冬天天气会比较冷。哦，对，让宝宝给你表演一个他的才艺。在这之后一段时间里，我也终于收到了第一个厂商的商单，我们终于有了收入来源，至此频道才算步入了正轨。花10个月的时间找到了方向，算快吗？我觉得不算。如果让我总结我这个从0到1的过程，有一种魔法叫我相信我可以。这也是我后来从一本书《小狗钱钱》里面看到的，我才知道啊，原来相信自己能做成一件事情是这么重要的。要是说回头看，我最大的遗憾应该是我没有抓到最重要的2020年。2020年是科技区最活跃的一年，随着影视飓风和同学的科技影视浪潮，科技区突然涌入了一批非常有才华的新人 UP， 许多 UP 都在那一年迅速起步，055、6分超超、羊驼、陈宝一。然而这个大家都在突飞猛进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跟上时代的浪潮。我第一次见055的时候，当时我们还不止1个人啊，全职做了半年才2万粉丝。一问他还在上班，一个人兼职做了几个月10万多粉丝，我真的很难不去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做视频啊。看到 S20那期突然有了热度，甚至当时随便加的酷玩 QQ 群都能刷到自己的视频，我都开始觉得我们这事儿有戏了，兴致勃勃地做了半个月，结果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事实就是这么残酷，自媒体看上去是一个门槛很低的行业，谁上来拍个视频都能发，火了就能赚钱。但是你如果真的没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凭什么呢？再看看别的朋友们，6分超超这位更是无敌，无论是拍摄还是剪辑，全程无缝衔接，视频特点鲜明，简直就是数码爱好者的狂欢。超超的一个视频能顶上我往前10个月左右的视频。先看评测，厉害一个项目投入的资源，在那时候对我们根本就是降维打击。我上学连论文都整不明白，还整实验室，陈宝一更是重量级，我就从来没有见过对自己定位这么清晰的。感觉陈宝一从做视频的第1天起就知道自己能做成什么样，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那我的视频呢，没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在内容上也没有非常印象深刻的记忆点，确实很难有传播性。没有传播性，品牌方也不会来找我做广告。虽然比刚开始做好一点，但是还远远达不到我之前打工的水平。看着别人上百万播放的视频，而我却连一个50万的视频都做不出来。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了一个机会，王岩老师说可以带我们去影视飓风参观学习。当天我就找朋友借来了5000块，飞来了杭州。很难想象 Tim 对一个10万粉的小 UP 主也能这么耐心的讲解，甚至 Tim 了解到我们是借钱过来学习的，临走的时候还给我转了800块钱。现在想起来真的太感慨了。杭州、上海、北京这一路，我去拜访交流了许多的创作者，和大家的交流真的让我受益匪浅，也真的很感动。一路上所有的朋友都非常热心的帮助我，我就这么在大家的宠爱下再次起步了。
开之后，我就发现数码区有很多优秀的创作者，他们做的测试非常专业，讲解也足够硬核，但是好像没有人做产品的使用体验呢。传统评测会有一些统一的话术，比如一个产品到我手上呢，需要先聊性能释放，然后跑分续航。可是一个产品有太多的部分是不能用参数覆盖的了，最关键的东西到底好不好用，根本就不是数字和文字能够讲清楚的。比如说折叠屏手机，如果系统没有针对折叠屏优化，用起来真的是痛不欲生。有些折叠屏做的很细长，看上去很呆，其实是为了展开之后会更合适。就比如说安卓平板之间，如果单纯的拉配置，真就是几乎一模一样，但其实用起来真的是天差地别。两台笔记本就算是跑分差不多，那它也还有键盘、触控板、重量、噪音售后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只有使用过才能把区别和差异给聊清楚。我也和不少的创作者交流过，优秀的同行们有自己的测试团队，流程化测试的标准，在很短的时间里，团队就可以跑出一份标准的测试数据。但是怎么把一个产品最酷的点，用最有意思的方式呈现给大家，这在行业中可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说，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产品的测试员或者是质检员，而是一个游戏玩家，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们做的很多工作是为了去了解不同的用户使用习惯，总结大家对这个形态的产品的不同需求和最后这个产品的使用场景。就比如说我拿到一台新掌机，我会先告诉你能在这上面玩到什么，在什么时候你会需要一台掌机。还有就是你买了一个新东西，难道不会开心吗？这种快乐我觉得也是能传达给观众的。如果一个创作者是真的喜欢他做的东西，你是能看到他溢出屏幕的快乐的。于是后来就有我们频道最有特色的入坑指南系列。这个系列和横屏测评最不一样的就是视频里面不会有过多的参数，而是借着本身科技博主的优势，先把产品都仔细的体验完了之后，再把理解分享给大家。就比如说一个相机的入坑指南，视频里面竟然不谈画质，不谈暗光表现，展现的最多的是富士怎么拍怎么好看的胶片模拟。然后据说这些视频发完，真的很多人想冲，闲鱼富士相机直接涨价。手柄入坑指南，那时候淘宝整页都是假货，劣币驱逐良币，咱就用最简单的办法教大家如何测试自己的手柄。现在这个办法基本上成了全网的通用方法了，一个视频直接做到了这个关键词的第一。现在搜手柄的前几个视频就能看到。还有我们发现每年大家到了毕业季都会准备换笔记本，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博主做笔记本推荐，他们也做得很专业，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笔记本可能就出新品了，原本的视频可能就不完全准确了。所以后来我做了一个教你怎么买笔记本的视频，但是里面完全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具体的型号，你很难想象一个笔记本推荐视频里面竟然不提型号，你也很难想象很多数码小白确实不了解这些基础的问题。现在入坑指南系列在全网大约6000万播放，在 B 站许多数码相关的关键词底下都能搜到我的视频。虽然现在有些人可能对我们做的内容不够认可，但是我觉得在许多的关键词里面都能做到前几名，甚至是第一，那也一定是解决了许多小伙伴的实际购买需求的。能帮到大家，其实对我来说就已经是非常满足了。内容找准方向后，我收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对于需要自信和鼓励的我来说，真的太重要了。也因为视频的效果好，广告主也非常愿意来合作，我们终于有了第一桶金，频道也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快的发展速度，在几个月内20万粉、30万粉、40万粉、50万粉。到这时，关于我的故事真正起航了。随着我们的内容越来越被认可，再加上我之前就有一大堆想做但是没有做出来的选题，于是我决定扩张团队，这就带来了新的问题——管理问题。要单说效率，肯定是一个人的效率最高，招人解决不了产出问题，人多了产出不一定就能更高，这可能是大部分的创业者初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只可能会更严重。最开始我们做这件事情，对工作本身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工作室早期没有上下班的时间，干不干活全凭自觉。我睁开眼睛就是做视频，做累了就是打游戏，饿了点外卖，困了就上楼睡觉。因为我本身没有在办公室里面做过班，家里面人也不是开公司的，这方面就完全没有人教过我。所以发招人信息的时候，当时也写了无固定上班时间，包吃包住。当时觉得这种自由应该是所有人都向往的吧？现在想想，这简直就是血汗工厂的配置啊！果然，我的一通胡乱操作之后，问题就开始涌现了。
这种感觉太像听视频里面讲的那样，所有的大小的工作细节都会来问我。餐厅的灯坏啦，相机卡不见啦，门锁断啦，谁倒垃圾啦，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揉在一起。有些事情啊，我是一下子就能搞得定，但有些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搞啊，我还得创作。所以那段时间我会在很晚很晚的时候才开始我自己的工作。第二天起来了，大家工作都快结束了，找我的问题也就没那么多了。但是事情解决了吗？没有啊。更搞笑的是，新入职的小伙伴因为我的阴间作息联系不上我，然后我又忙忘了，没提前给他文进，结果入职的那一天，他连工作室都进不来。开始做视频前，我的身体也是一直都不太好嘛。开始做视频之后，这个情况就更严重了。积极的时候就像打了鸡血，但大部分时候其实都是非常自我怀疑和焦虑的。出门拍摄坐在车上，我会非常担心撞车。后来我还是去看了医生，主动寻求了一些外力的帮助。我呢是一个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人，遇到问题我可能最先想到的是先问问我的好朋友们。这段时间我找了各个亲戚朋友，学习了各种基础的管理知识，了解了一下同行自媒体行业、互联网企业、传统行业等等各种我能了解到的信息，甚至我还了解了一下如何管理很多个幼儿园。第二年我又来到了杭州，拜访了朋友们。这次在我们先开始做以后，再次看到了影视飓风的完整架构，让我们大受震撼。他们的架构远比我们的复杂，他们的项目类似传统 TVC， 涉及到了编导、制片、灯光、录音等等环节。那如何高效的同步所有人的信息差就非常关键了。如果说上一次去影视飓风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帮助，那这一次去影视飓风 ，Team 给我们讲了更多实质性的建议。从那次回来以后，我们就结合了频道的实际情况，再一次做了大的改变。同步项目信息再也不是口口相传，一件事情恨不得拿着对讲机全工作室问一圈。项目提报里面能查到前后100期视频的信息了。我们还做了一套完整的制作白皮书，这里包括从怎么接入工作室数据库，再到置景拍摄剪辑的许多细节。比如说我们现在 talking 的场景有时候会调整嘛，那复原的时候就可以按照流程操作。除了这些能量化的流程，还有一些没有办法流程化的内容，比如说如何做好一个吸引人的封面，我也做了一个对内的课程，和大家分享之前我自己做封面的一些思路。再比如如何拍一个好看的画面，这可能就需要用到一些参考了，或者我用一个视频教程来展示。现在的视频教程基本包含了各个阶段里面最重点的部分。总之，这一切的功夫，最后还是希望我们能做得足够好，足够专业。当然啦，这么庞大的工作量肯定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整个工作室的小伙伴，甚至是新来的小伙伴，也会给我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一直不断的完善下来。当我做这些视频的时候，已经快1年了。看似轻松的视频氛围，我们还是做了很多严肃的思考的。总之，虽然在一开始我们确实经历了一些产出困难、效率、质量低下的问题，但是之后许许多多的调整确实有了明显的变化。我们想了很多办法，让我们的视频质量再升一个台阶。将一些视频系列化是我们确立的一个方向。比起单期的视频，系列视频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的优化视频效果。如果效果好的话，也可以让小伙伴们保持期待。比如说拉斗的图一乐系列，我就特别喜欢。再加上之前有看过国外分享装机的视频，我就在想能不能让粉丝寄点藏品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于是就有这个粉丝投稿系列。虽然说我没啥创造力啊，可是粉丝们个个都是人才，发过来的东西一期视频都塞不下。除了粉丝投稿，目前还有了游戏和怀旧2个板块。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游戏玩家，游戏机的体验开箱、新游戏的体验或是老游戏的推荐我都会做。不过我也不会什么游戏都玩啊，比如像老头环啊、生化危机啊这些太难了，或者是恐怖游戏我就完全搞不定。怀旧系列呢是比较难做的，需要大量的收集、整理资料，有些老产品还不好买到。去年我们做的一期美图手机，一期小霸王，一起穿越港台金曲，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入坑我的频道的呢？或许是天道酬勤，我的努力被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频道也被越来越多的小伙伴们认可，最后成为了2022年哔哩哔哩100大 UP 主。这曾经是我做梦都想拿到的奖杯，在这里我也想向一直支持我的你们说一声非常感谢。你们看好的 UP 主真的看对了，我真的做到了。
到那个目标的时候，其实感觉是很不真实的。尤其是我去完百大的现场，接触了更多的优秀的朋友们，我更加觉得百大可能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份新的责任，也是我新的动力。它对我来说绝对不是终点，应该是我继续努力的一个新起点。后续呢，我们还想要开启更多的系列，如果你有好的想法，也请一定要私信我。现在的私信虽然我没有办法做到每一条都回啊，但是现阶段我能保证我每条都看。假如你对频道有什么建议，也可以发给我呀。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希望做出一定的海外影响力。现在我们有专门做英文字幕的小伙伴，会给视频嵌上英文字幕，这也是希望让全球更多喜欢数码的伙伴们能更多的听到中国创作者的声音。去年我们就收到了这个油管银色牌牌，我也很喜欢。而且确实我自己也有一些碎片化的时间，这些时间里面就会想看看新出了什么好玩的，会刷一下短视频里面的一些数码内容。但是我能刷到的短视频，我感觉做的还不够酷，我也可以来试试看。有一些产品，比如说黑胶播放机啊，这种非常有趣的产品，我也很想分享给大家，但是内容是没有办法撑起一个长视频的。再加上短视频确实有非常大的受众啊，于是我就启动了我们的短视频项目，到现在已经可以做到日更的情况下，每天还有平均超过100万的播放，我个人觉得还不错。最近我还跟工作室的小伙伴们说，让他们自己也试试开个账号，发视频，万一火了呢，对吧？这1年的时间里面呢，我也去寻求了现代医学的帮助，现在按时吃药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刚开始会有一些副作用啊，比如说白天特别困呐，还有就是手抖。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刚拼好的小房子，不是地震哦，就是风有点大。整体的状态相比之前是好多了，也有很多小伙伴问我是不是生活更滋润了，有没有可能现在才是一个真正差不多正常的状态呢？至于前段时间的 B 站断更潮，很多 UP 主面临着经济压力导致断更，目前对我来说是没有太大影响的，可能也是因为我本身还在上升期吧。在这里也请各位小伙伴们放心，我们工作室一定不会倒闭的。平时除了见朋友，我也不咋出门，与人和善，出门也不争不抢，主打一个言论安全、人身安全，好吧？目前所有的商单都会用这个梨良收藏夹来标注。不过就算是梨良，产品的优劣肯定是实话实说的，问题肯定也不会硬掰出来夸，我也会尽量的去争取更大的话语权。毕竟产品嘛，肯定是没有完美无缺的。现在也有不少的品牌方会在产品未发布的阶段来和我们做体验相关的技术交流，我们也能从用户的角度出发，给到品牌方一些实际的优化方向。现在我们也和我们非常认可的品牌方进行了深入合作，成为产品体验官，大家在淘宝、京东甚至是朋友圈里面都能刷到我捏。今年可能我们也会开始做一些电商或者是自己的产品，假如在这个部分能做好的话，我再在影响力上努力，之后创作也可以更加自由一些。除了这些，我还有做一些别的方向的尝试，不过目前还没有出成绩，等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啦。如果你对我们在做的事情感兴趣，想和我们一起成长、一起进步，也非常欢迎加入我们。我感觉我们这边的氛围还是比较欢乐的。就是位置现在稍微窄了一点，不过呢，我们的频道新场地已经定下来啦，新场地的设计超级有意思，后续装修好了之后，一定给大家拍视频哈。不过有一说一啊，自己装办公室真的好贵啊。3年的时间做到现在这样，我觉得并不算很快，确实也有一部分的运气吧，走了1年的弯路，又找对了方向，快速发展了2年。记得我开头说的那本书，这是我在智能路障视频里面看到的小狗钱钱。假如你的生活深陷泥潭，或者是你也有一个很远大的梦想，真的很推荐你去看看这本书。像我确实不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我从来不觉得我能开拓行业的方向，但好就好在我比较擅长学习，乐于跟优秀的人交流。我做事情总有我自己的笨办法，拆解、分析，不断的去试错。上次总结视频里面我说过的，我是真的在践行，不是说说而已啊。所以说我再给你一个灵魂拷问，看上期视频的时候，你们跟我一起摩拳擦掌，准备左手开始做的事情，现在进行的怎么样啦？如果你已经在上期的视频里面克服了完美主义拖延症，那这次我想跟你分享的是，方向比努力更重要。我很不赞同美化吃苦，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也得是在正确的方向上。工作的方向不对，就是会出现很多无意义的努力。很多时候可以停下来，从头到尾就去思考一下，现在做的某个方向是不是一个对的方向。模糊的正确胜过精确的错误。好了，以上就是我想跟你们讲的我的故事，也分享了很多我这几年对创业浅薄的思考，希望对可能还在迷茫的你有那么一点点的帮助吧。那我是切里，咱们下一次再见。